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头饰繁琐，为何庆余年2李沁能做到艳而不俗，动辄不乱？庆余年2预告曝光，该剧不仅延续原班人马，更在场景、服、画道等细节方面全面升级，展现更宏大的世界观和更丰富的角色形象，让人期待不已。相较于首部作品中偶尔显现的仓促，庆余年2无疑晋升为真正的 S+ 级别巨制，无论是剧情的深入还是制作的精良，都让人眼前一亮，尽显大剧风范。随着物料曝光，庆余年2的剧情愈发引人瞩目。范闲如何在监察处树立权威，下江南后又怎样铲除长公主势力？他与二皇子之间的纠葛如何从暗斗转为明争，备受期待。观众对庆余年2的期待可谓高涨，朝堂激辩、身世之谜等名场面早已在预料之中。然而，若要论及话题之最，无疑是范闲与林婉儿的大婚。这一情节无疑将掀起热议狂潮。原著中，范闲情感纷繁，堪比权谋版韦小宝，处处留情。但为塑造其忠贞专一形象，首部剧集中仅深度描绘范闲与林婉儿间的缠绵情感线。按照原定计划，庆余年2将继续沿用此前的设定。据悉，在已曝光的物料中，范闲与林婉儿的大婚场景尤为抢眼，两人甜蜜至极，令观众心动不已。镜头下，张若昀化身范闲，身披火红喜服，光彩夺目。相较于前作，他此次更显瘦削，颜值飙升。那立体的五官，深情的眼眸，犹如磁铁般吸引众人目光，令人陶醉不已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与张若昀并肩作战的搭档，赫然便是那位风情万种的李沁。两人的合作无疑是该剧的一大看点，让人充满期待。镜头下，李沁笑容如花绽放，明媚动人，红色华服映衬下更显娇艳欲滴。她的神情已透出幸福的羞涩，屏幕外的观众也能感受到那份深情。两位主演俊男劲女，让人目不暇接，更期待范闲与林婉儿在续作中的情感发展。李沁佩戴的凤冠虽同样夸张，但她的扮相却令人感到舒适且得体。反观如今的古装剧，头饰设计过于繁琐，反倒掩盖了女演员的风采，让人难以欣赏到她们的美丽。细究李沁在剧中的表现，其演技与仪态堪称一绝。她长相大气，非甜蜜之姿，却自带古风女子的温婉。即便大婚之时激动难抑，她仍能保持端庄仪态，笑意盈盈中流露出俏皮与娇羞，动静间仪态得体。镜头下的她体态舒展，五官灵动自然。那顶看似繁复的凤冠与华丽耀眼的琉璃头饰，虽夺目耀眼，却难以掩盖她本身的气质。她的仪态大气从容，完美驾驭了这身隆重的造型。这艳而不俗的妆造，唯有她这样的演员才能完美诠释。但眼下的古装剧却频频误解观众心思，观众厌倦了一成不变的蚊帐头饰与呆板的头套，如今却盛行在女星头顶筑起围剑。若换作范冰冰、李沁、倪妮这般气质出众的美人，哪怕造型再出格，也难掩其风华绝代。近来，一些偏爱甜美风的女星也跟风模仿这种妆发。70吉祥中的杨超越，同样身披嫁衣，头戴各式饰品，盘发精细，但观众惊叹的仅是妆造之美，而非演员之颜。此等过犹不及之态，在她们身上尤为凸显。古装剧路透曝光，但雅风女演员也难逃厄运。只见她们头顶硕大饰品，比脸庞还要抢眼，头重脚轻，行走间似乎脖颈将断。如此装扮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不得不说，部分女星穿上华服也难掩其气质不足，
那些浮夸的古装造型在他们身上尤为突兀，更别提演技和仪态双双掉线的女星，凤冠不摇的华美，在他们身上也难以绽放。4000年美女鞠婧祎，颜值爆表，舞台上的她星光璀璨，但古装剧中的她演技平平，妆容也备受争议。尽管她美到令人惊叹，但观众仍不买账，对她并不认可。古装扮相欠佳，鞠婧祎总爱用繁复头饰装点，坠子在她摇头晃脑间乱飞，不摇不似轻盈摇曳，倒似震动不止。五官乱飞的小表情配合肩颈运动，观之实在令人难受。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年轻女演员中，赵露思与虞书欣的表演风格可谓独树一帜。她们在荧幕上展现的活泼与灵动，深受观众喜爱，成为新一代年轻演员的佼佼者。《仙剑六》新剧之中，虞书欣荣膺女主角，其古装装扮并未过于复杂，却仍是摇头晃脑，五官舞动。她的表演方式确实独树一帜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赵露思饰演娇俏甜妹尚可，但挑战英气大女主便频频翻车。究其原因，仪态欠佳，气场不足乃其症结所在。每次尝试新角色，总让人感觉缺乏必要的魄力和气势。女演员无人设束缚时，宜深研古装仪态之意，行步虚稳，立姿虚正，坐姿虚雅，仪态得体，古装方显韵味，角色史具古韵之风，历史质感扑面而来。据悉，李沁在《庆余年2》中扮演的角色大婚造型，可谓华丽至极，其凤冠璀璨夺目，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华丽凤冠的正确佩戴方式，堪称完美演绎。演员仪态佳，气质独特，在角色无需失态时，古人的肢体语言应大气简洁，避免琐碎摇头晃脑，更忌五官失控如现代人。若二者兼备，或可如李沁般，将明艳古装穿得出尘脱俗，夺人眼目。拍摄中，演员固然重要，但导演的审美同样关键。角度、打光、造型选择，艺人难有决策权。拍摄效果的优劣，导演需承担一部分责任。画面出彩或拉胯，皆在导演之手。